我台派你台派呀？你不是反老蒋的吗？你不是觉得威权、白色恐怖很可恶吗？而且他也检讨过他的外交政策，所以才出现有联俄容共。这个不是检讨外交政策，是检讨党组织问题。四大纪念馆，我们是不是刚去上海才去过？四大里面就在讨论联俄容共的问题。所以联俄容共真正讨论的核心是国民党改组问题与共产党发展问题。所以吕捷是用了老蒋那套说辞，因为这样才能打国民党嘛，这样才能反共打共产党嘛，笑死了。所以我说我是真台派，因为我真的了解台湾历史。他们这些假台派这么一知半解，烦死了。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流量过5万，点赞过5000，我就会更新下一集。孙中山先生他提过2个字叫博爱，提到这个他就特别有精神，女伴无数啊。帮他顺一下顺序了啊。卢慕贞是原配，帮国父生1子2女，孙科是唯一的一个儿子，孙延、孙婉2个女儿。然后陈翠芬跟国父没有生孩子，但跟国父很久，我怀疑是陈翠芬可能不孕，所以后来他晚年有收养一个养女，这个养女后来也养在国父在这个大元帅府里面。那再来是浅田村，浅田村是当时一个女婢，因为她懂英文，所以可以跟孙中山直接沟通。因为孙中山的母语除了广东话第一之外，第二其实是英语，所以孙中山在家里面跟宋庆龄都讲英文。那浅田村的话，也有一说是给国父做秘书啦。基本上就是日本人呢派来监视孙中山的，但是也算是给孙中山一个女伴，等于说日本人在拉拢孙中山，给他安慰。他很年轻因为你说秘书的话，他大概我觉得这个就帮忙打理一下家里应该算啦，所以我觉得比较像是女仆或女佣啦。然后后来是大月勋，大月勋是孙中山在日本有明媒正娶的，有举办日式婚姻，但是是私人婚礼，那这个是有记录的。但是她怀孕的时候，孙中山已经回到国内去搞革命了。那后来大元勋的孩子这一系，就是今天在日本的孙中山研究学会的会长。国父孙中山跟宋庆龄他们2个一生没有爱的结晶，但是国父还是有孩子的。好，毕竟女朋友多嘛你看这里就是又是吕捷乱讲话。孙中山的小孩正死野死各种死，有记载的孙中山真正的小孩有4个，1男3女。孙科、孙延、孙婉、卢慕贞、卢夫人原配所生，大月勋所生女儿叫做宫川富美子，没有一个小孩是女朋友生的。看他在得意的神情，其实他只是想要诋毁孙文的人格嘛，但是你到孙文就是清末出生的人嘛。他的政治观念也许很先进，但是他的社会观念大抵还是清末民初的时刻，好吗？因为他就活在那个大时代背景里。讲白了，男生是因为没能力嘛，有能力的你自己看，我们就不说上次那个汪永庆的儿子，他不是包养大学女生吗？4000万，对不对？这号称一炮200万还是多少的？对，绿的小三是可以的，蓝的小妾就是不是风流是下流，是萝莉控。不过他后面解释倒还不错，但他这个得意的笑，就知道他在想什么。陈炯明重要。孙文遭受到炮击之后，为什么搞了一辈子的革命都是失败的？临死前还告诉你嘛，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嘛。孙文晚年革命尚未成功的逻辑是什么？因为中国还没有真的完成统一，并且呢建设成富强的国家。北有北洋，南有广州军政府。对，因为当时孙文是受谁邀请呢？是受直系倒戈的冯玉祥。当时是冯玉祥跟张作霖在北京这里执政嘛，然后冯玉祥所以邀请孙文赴北京共商国事。后来孙文就在北京病逝，就在协和医院。那孙文其实他是肝癌里面的胆癌，胆包在肝里面嘛。那这个胆癌一旦发作非常的痛啊。而且一旦发作，通常已经到末期了，所以猛爆性就死掉。简单来讲，这个通常是操劳过度啊。孙文最早搞革命靠的是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大学生，不对，最早应该是靠黑道洪门啊。后来呢，靠这些知识分子，那再后来呢，他靠的是军阀。这个说法也不太正确啊。他没有靠谁，而是一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一路收罗这些力量。当时是这样，知识分子领导革命。洪门这些所谓的会党分子负责执行革命，不是说靠谁，而是他是不断在建构他的革命队伍，不断在壮大的一个过程。所以在陈炯明叛变之后，孙文才痛定思痛，我要用我自己的武力。这里有一个小不精确了孙中山就是把陈炯明视为自己的武力。孙中山真正痛定思痛，不是说没有自己的武力，因为当年陈炯明的武力，我们在上一期讲过，是原本的广东的类似武警特种警察、武装警察，然后交给了陈炯明。
陈炯明当时因为要援闽护法越军，当时是要去福建护法。那什么是护法呢？恢复临时约法，因为当时的执政是段祺瑞，段祺瑞是北洋系的皖系军阀，是袁世凯之后第一个执政的，所以才把他的武警改组成军队。那对于孙文来讲，他交给陈炯明，他是绝对信任的，因为孙陈当时人称乃莫逆之交啊。孙中山真正痛定思痛的是什么？是军队不能是属人主义，它必须是属党。所以我们今天中华民国国歌啊，吾党所宗，这是原本黄埔军校的开学训词。为什么要把军队灌注这个思想内容？你要让知道军队你是为什么而战，你是为三民主义而战，你是为建立民国而战，你是为促进大统而战。所以孙中山建设黄埔军校，并不是说军队不在自己手上，而是他实际认知到一个问题是，军队必须要有思想，必须要有政治作战教育。而且他也检讨过他的外交政策，所以才出现有联俄容共。这个不是检讨外交政策，这个是检讨党组织问题。所以你看哦，吕捷的认知真的出了很大的状况。联俄容共的真正核心是什么？是要改组国民党，让国民党真正的变成具现代化，就是当时进入的这个民国时期吧，进入共和国时期，它必须变现代化，而不是一直是有一种会党属性，或者一直介于在什么，在一种前现代化的状态。那个政党太松散了。本来宋教仁要做国民党的改组的时候，做了很多工作，做了很多整合，但是宋教仁因为被暗杀英年早逝，所以这工作就没有透彻。后来孙文二次革命失败，去东京流亡的时候改组中华革命党，中华革命党又回到了一种秘密会社的形式，这是不成功的嘛，也导致他跟黄兴的决裂。后来也跟当时共产党的领导人来跟他见面的李大钊相谈甚欢，说哎，你们这里有多少这种有志士、有理想、有思想年轻人？李大钊说我们很多，他说都来加入国民党。所以为什么后来周恩来在黄埔军校里面是担任政治部主任？因为共产党人有思想，有主义思想，而当时的共产主义部分内容跟孙文三民主义里面的，尤其是民生主义里面的一些社会主义的思想是叠合，所以他愿意把这个思想作战教育交给共产党，来强化国民党一盘散沙的状态。这叫以党领政嘛。所以这一点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一些台派的对于国共联合这件事情有一个根本性的错误理解。我直白讲吕捷信的是蒋介石史观，因为蒋介石亲党嘛，蒋介石认为共产党威胁到他的权利，用军事的力量清党之后，他们编纂了一系列针对共产党跟孙中山联合这件事情的说法，而这说法就是淡化国共联合的本质争议是政党组织改造，而改成是说其实是因为当时苏联是唯一来接触孙文，虽然这也是事实没错，但这不是当时的重点嘛。孙文之所以见了苏联的代表，拜托他在哪里见？他在上海见的请问孙文在上海执政吗？孙文真当执政是在广州执政不是吗？他是付钱在家跟他见，所以他搞什么外交政策呢？他外交部长吗？而且当时国际承认的是北洋政府，而非广州政府，对吧？北京政府才是真正外交的主体，不然五四运动为什么是在北京爆发？对不对？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为什么？因为1919巴黎和会要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交给日本嘛。那么我操你妈的，我他妈中华民国战胜国，我还干嘛交给你日本？战胜国还得牺牲权益。其实孙文的思想跟共产主义是有重叠，难得说的一点点。中文的三民主义里面说，发达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嘛。那共产主义是只有国家资本，没有私人资本。这一点也不完全正确。只有最原教旨的共产主义，最激烈原教的共产主义，才要消灭所有的私人资本。For example， 赤色柬埔寨。红色高棉，波布红色高棉又叫赤色柬埔寨，消灭所有私人的资本，所以他把当时柬埔寨首都金边的城市人通通赶到乡下去，一赶下去，城市人没办法种田，没办法生活，死得一塌糊涂。今天你在这个柬埔寨的首都金边的市郊，你可以看到一大堆这种万人坑。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他那时候很残暴的是，他不服从他全部都关进监牢里面凌虐致死。至今在他们那边高棉市区还有一个纪念馆，赤柬红色高棉的那个大屠杀纪念馆，它里面就是血淋淋的呈现当初是他是怎么迫害当地的那些知识分子以及中产阶级。对，中国共产党从来不是共产主义里面的原教旨派，中国共产党后来总结出的
方法论被外国学去之后，他们自称叫毛派。虽然毛泽东从来不说自己是毛派，但是外国人觉得毛泽东这套行啊，所以叫 Maoism。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是很灵活的，连苏联共产党都很灵活。为什么？因为苏联共产党在实施所谓的农民公社之前，有一段时间列宁也实施过新经济政策，允许部分私有化。共产党要做的是把生产资料公有化，避免当中资本主义的盘剥，也就是资产阶级的盘剥。他要减少资产阶级的盘剥，尽可能的把利益，也就是剩余价值论分配给劳动阶层，是这个概念。所以不是没有私人资本，在共产主义的思考是本质是剥削。所以孙中山提民生主义的时候，他希望的是民生是雨露均沾，这里面既有中国的传统的世界大同、济弱扶倾的思想，也有借鉴西方社会主义的思想。他这一套思想体系什么时候完成的？在伦敦蒙难之后，他驻留在伦敦的大英图书馆里面很长一段时间，他亲眼所见英国那发达的资本主义对底层老百姓的盘剥。因为孙中山在20世纪初的英国，当时是劳工炼狱啊，所以西方当时迸发出大量的社会主义类学说，比如说无政府主义，某种程度也是类似社会主义的一种。然后呢，还有共产主义、各种主义，就是在反对资本家的盘剥，而且是非常无止境的盘剥。他们童工、女工什么工都用，而且根本没有任何劳动安全。然后整个伦敦像个大黑烟囱一样非常糟糕，水质太不适合，几乎死于遍地了，毒得很所以所有人当时在那边接触过大量的这一些社会学说，所以他才迸发出他的民生主义的思想。这他后面他都讲过嘛。中国大陆证明孙文思想是成功的，因为孙文所写的建国大纲啊，大陆都把它实现了，建设北中南3大港。然后大陆最先开始建设就天津港、上海港，还有宁波舟山嘛，以中部嘛，然后南部就是广州港嘛，建设铁路嘛。孙文最想干的就是盖铁，那中国大陆不止盖铁路，还把高级铁路盖出来，就是什么高速铁路叫高铁嘛。这个都孙文在建国方里面写的非常非常清楚，因为他考察的目标就是当时世界上最成功的2个国家，一个是英国，一个是美国嘛。就是孙文所想所擘画的东西，孙中山讲白了，就是当时民国初期所有革命分子，绝大多数革命分子，除了跟他有私人恩怨的人之外的偶像嘛，导师嘛。毛泽东也是孙粉啊，老蒋也自称孙粉啊，更别说直接就是孙文学生的汪精卫、廖仲恺这些人都，我就讲再多继续抹黑孙中山，只会显得你们可笑、可悲、可恨。而且他那时候他正式的思想转变也是在他在伦敦蒙难的时候进行的。他在那边查阅了非常多的资料，相关的请看《师徒之名》，《师徒之名》有一集专门在讲的。对，讲这个孙文思想的一个奠基。你如果都看完，你真的你一定我一讲你都懂。所以我说我们那个《师徒之名》系列，你真的可以去把它看一看。那容许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其实也让共产党寄生在国民党里面。我不认为是一种寄生啊，这是一种联合啦。而且事实上我跟大家讲联俄容共让共产党虽然有所增长但是你知道吗？根据现在我们知道的一些资料联俄容共让共产党人负荷急剧，包含他们要开会都要延迟。为什么？因为国民党的党务实在太繁重了。因为共产党以前是共产主义小组延伸过来的，最有名的就是当时是几个共产主义小组联合。周恩来是不在医大的，在医大，他当时人在国外嘛，但他是一个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人，所以周恩来是参加了医大，但也没参加医大。好，是这个概念。所以对共产党人来讲，他们很年轻，他真的非常年轻。你看毛泽东那时候超级小年轻啊。然后呢，但是他们接触到国民党这么庞大的体系的时候，共产党人人人叫苦不易啊，说哇操他妈的，这国民党人也太多了吧。这组织非常非常庞大，因为国民党是从同盟会改组过来，当时改组同盟会的时候，顺带把所有同盟会的分支机构全部都把它尽可能的收拢了，所以包括什么文学社、共青会全部都加入到国民党。国民党因为是个大杂烩，各路人马、各路派系、各种人，你想中国这么大几亿人口，共产党就他妈那时候就几百人而已，所以共产党人当时在联俄容共之后的一段时间大家真的是忙到这个焚高祭业累得累死的，一大堆人累垮累病的都有他们开会的那个会期一直往后延宕，也是因为过于繁重，没办法抽出时间来开会。对，4大一直拖了很晚才开会，也是唯一在冬季开的嘛。对，我才刚去4大，对你刚才讲都讲到了嘛，就是因为呢，他就说，哎呀，靠北，我工作太累了，没有时间，知道吗？这些都已经被磨灭了。那当然啦，所以我们说孙文的萝莉控或者在性这方面的问题，我觉得我不予置评。因为如果评了民进党，那就是在骂民进党了。对，所以当然不予置评。这个谢谢
绿老师。我这么说了啊，搞革命不一定性放纵啦，但是搞革命确实有今天没明天，这个是真的啦。所以在那个情况之下呢，革命分子一般具有一定程度的浪漫思想是真的。所以普遍上来说，革命分子男性的话，他的身旁的女性从来不会太少，这是实话。但是孙文一般相对比较固定，比如说那时候为什么有陈翠芬？孙文在跟陈翠芬一起生活期间，基本就陈翠芬。孙文很少，至少就我所知啦，正常的史料下是没有记录孙文有嫖妓的习惯。你现在想个问题，他每天都忙得快死了，最后还是胆癌死掉了，你觉得他有那个时间吗？对，那当然啦，孙文他为什么那么有募款能力？我们当年读大学的时候，侨生是有加分的。为什么？因为孙文讲过一句话，就是华侨为革命之母。侨生加分不是因为单纯孙文那一句话了哦，天哪！华侨对民国的贡献，所以让中华民国对于华侨是非常非常尊重，这是真的。所以他都在哪里募款？他都在海外募款。那他募款的方式呢？当然一定有一些所谓的爱国的知识分子会捐钱给他嘛，卖国。孙中山有个绰号叫孙大炮。这个就真的是完全给孙文戴帽子。当然，你说革命成功有些许诺来做一些利益交换，是不是真的有这回事？我想或多或少啦，但至少从明面上的一些资料来看，这些还是偏小道消息。孙中山有个特质吧，就是在他很懂得有把革命理想给予周边的人，创造那一股热情，就是他的一个想象是基于中国变好的一个共同想象，而不是基于说个人变好的一个共同想象。那还有孙中山为什么对华侨那么有号召力？他家就华侨，他自己就华侨留学生。我说吕杰在讲历史，有时候我真的是快晕倒啊！讲孙文卖国，这真是为了讲这个绕那么远。然后其实我觉得他最大的问题是，到底他的讲法的出处在哪里？我到现在还看不到。你捐多少钱给我？好，等我革命成功之后嘞，广西的开矿权就给你。这个说法也不精确。这些合作的商人，他们有很多是具备开发专业的能力的，所以对孙文来讲，认识这些人去开发这个专业是贱卖吗？其实不是，是认为说他是可以去，实际上是需要的嘛。中国当时就是需要开矿，需要开铁路，需要造桥，需要有轮船，哒哒哒哒哒等等的。要募多少？募4亿美金。好，你给我4亿美金，我革命成功之后我怎么样啊？但是后来听说那个商业大佬也没有捐钱。什么叫听说？我的天哪，他把孙中山当现代政治人物是不是？所以其实如果让我纵观孙文的一生，他有没有资格当国父？有，因为他真的募了很多钱。最有资格当国父的其实是袁世凯，因为真正推翻大清帝国的其实是袁世凯。有一段话就是袁世凯最可惜的是，他有机会当中国的华盛顿，但他选择了当拿破仑。慌不择言又来了。第一个推翻满清的是袁世凯，如果没有革命党人搞革命啊，袁世凯能不能活过载沣的大刀子都还不知道的。当时载沣是真想宰了袁世凯，旁边人一直劝载沣，最后是一个懦弱的家伙，所以当时载沣什么是摄政王载沣，就是宣统帝的亲生爸爸。当时呢，因为慈禧死了之后呢，整个满清的格局就是小皇帝宣统，他的养母是裕隆太后，然后呢，他的亲生爸爸载沣做摄政王，所以当时的格局是这样。那载沣是想把袁世凯给宰啦，载沣是软弱啊，但载沣旁边有人真想动袁世凯啊，会不会动不知道，完全在乱讲一通啊。袁世凯不是一个绝对的坏人，但袁世凯绝对不是一个什么大好人，他称不上大善人，但他也绝对不是个大恶人。孙中山也绝对不是说因为他是伟人，他是政治上的伟人，但他私生活只是多彩，好吗？你根本不是帮陈炯明翻案的，你是帮吕杰自己翻车啊。所以我说那个袁世凯国父论，我认为是8-9就是看了吕杰的说法，奉为圭臬嘛。因为民进党的这些党徒、这些青鸟啊，吕杰的地位是很高的，他讲的历史就是金科玉律，所以这些人他们就会不断捍卫吕杰的说法。我每次讲他们就崩溃了，崩溃就只会继续攻击人生嘛。这个本来就一直存在台派的理论里面，就是独派的理论里面，就是各种贬低中华民国各种存在嘛。那只是吕杰用自己的那一套，然后把这样的理论给做成公众散播，这样，所以他就影响了很多人。自媒体、新媒体不是真理不正自明，是越辩越明。你如果不去辩，那歪理就成真理。那他为了这个呢，他又出了一集专讲袁世凯。所以一样，观看破5万，点赞过5000，我们更新下一集打脸吕杰袁世凯国父论。还有是说，哎呀，历史哥，你哪里引用资料啊？国父纪念馆公开的资料，难道还有比国父纪念馆更权威的吗？我只能说这群人啊，又蠢又坏，又是文盲还是史盲。对。